歡迎嚟到懸疑檔案。1996年5月25號，19歲嘅 Christine 喺參加咗一個 party 之後就失咗蹤。由於警方一直都冇辦法揾到佢，於是 Christine 喺2002年，亦即係佢失蹤嘅6年之後，就被宣布喺法律意義上死亡。直到2019年，一個 podcast 節目重新將 Christine 嘅案件帶返去大眾嘅視野，先至為呢單案帶嚟一絲曙光。Christine 1977年2月20號出生於德國奧格斯堡，佢係屋企嘅大女，佢有一個細佬 Matthew 同埋一個妹妹 Lindsay。佢嘅父母都係老師，負責教導喺當地執行任務嘅軍人嘅仔女。之後，佢哋一家人搬返咗美國，並定居喺加州嘅 Stockton。Christine 生性開朗，有冒險精神，同屋企人嘅關係亦都好親密。佢鍾意探索新事物，佢哋一家人亦都經常趁住假期一齊四周圍旅行。所以佢非常期待暑假嘅到來。有一年暑假， Christine 成為咗交換生，去到委內瑞拉進行交流，並學習到一口流利嘅西班牙文。高中畢業之前嘅暑假，佢去咗夏威夷做救生員兼營地顧問。對於鍾意海洋嘅 Christine 嚟講，呢份工簡直就係佢夢寐以求嘅工作。1996年 Christine 考入咗 Cal Poly。 入咗大學之後，佢每個禮拜都會打電話返屋企，話俾屋企人知自己嘅近況。1996年5月24號星期五，大約下晝5點半， Christine 打咗個電話俾媽媽，並喺留言信箱度講：好消息，好消息，我星期日再話俾你知。適逢陣亡將士紀念日嘅長週末假期，好多大學生都選擇開 party 慶祝。當晚 Christine 去到大學附近嘅住宅區參加咗一個 party。大約凌晨2點， Cheryl 同 Tim 一齊離開咗 party 現場。佢哋喺間屋出邊嘅草坪度發現已經飲醉咗嘅 Christine。於是佢哋合力將 Christine 扶起，將佢送返宿舍。喺路途中， Paul 唔知道喺邊度衝咗出嚟，話要送2位女仔返屋企。由於 Tim 唔係住喺大學宿舍，所以佢就獨自行另外一條路返屋企，而另外3個人就一齊行路返宿舍。冇幾耐之後，佢哋行到咗一個分岔路口，因為 Paul 同 Christine 嘅宿舍比較接近，大約只有300米嘅距離，所以 Paul 就叫 Cheryl 先返去，並答應 Cheryl 佢會安全咁將 Christine 送返宿舍。之後 Paul 到咗佢嘅宿舍門口， Christine 表示佢可以自己行返去，所以佢哋就分別咗。自此之後就再冇人見過 Christine 啦。第二日 Christine 嘅朋友 Margarita 敲咗佢嘅房門，但係就一直冇得到回應。Margarita 開始擔心啦，因為 Christine 做嘢不嬲好有交代，佢亦都從來冇試過唔返宿舍瞓覺。直到星期日，Christine 嘅室友返到咗宿舍， Margarita 先至可以進入 Christine 間房睇下。佢發現 Christine 嘅私人物品全部都原封不動咁留咗喺間房，包括佢嘅紅色背囊，但係就冇發現 Christine 嘅身影。無論 Christine 去圖書館溫書，定係去到 canteen 食飯，佢都會孭住佢嘅紅色背囊。Margarita 即刻就意識到 Christine
一定係出咗事。於是 Margarita 即刻去到大學嘅警局報案，但係大學警局表示，由於 Christine 已經成年，所以佢哋必須等24小時先至可以立案調查。雖然 Margarita 話俾佢哋知 Christine 已經失蹤超過24小時啦，但係佢哋就認為 Christine 應該係趁住長週末嘅假期，唔知去咗邊度玩，過幾日應該就會返嚟啦。嗰個星期日， Christine 嘅媽媽 Denise 並冇等到囡囡打嚟嘅電話，佢反而收到咗校園警局嘅電話，問佢 Christine 係咪返咗屋企。當 Denise 回答冇嘅時候，校園警察依然堅持住佢哋之前嘅推斷，認為 Christine 過幾日就會出現啦。Denise 嘗試報警，不過地方警局表示 Denise 應該先向大學警局報案。喺 Margarita 同 Christine 屋企人嘅不斷要求之下，校園警察先至願意立案調查。呢個時候 Christine 已經失蹤4日啦。校園警察似乎先入為主，為 Christine 貼上咗 Party Girl 嘅標籤。佢哋喺調查報告入面寫到 Christine 喺大學冇乜嘢好朋友，佢喺星期5晚受到酒精嘅影響，所以佢喺 party 度同唔同嘅男人搭訕。雖然 Christine 我行我素嘅態度唔可以直接同佢嘅失蹤扯上關係，但係亦都展現咗佢失蹤當晚嘅行為。由於警察嘅調查進度緩慢， Christine 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只好將 Christine 嘅尋人啟事海報黐喺大街小巷，佢哋仲做咗告示牌豎立喺公路旁邊，並願意提供酬勞俾提供信息嘅民眾。社區嘅志願者亦都展開咗搜查行動，但係始終都冇發現 Christine 嘅身影。喺 Christine 失蹤咗1個禮拜之後，大學警局先將呢單案上報到地方警局。警方好快就將當晚最後一個見到 Christine 嘅人，亦即係 Paul，列為咗嫌疑人，並將 Paul 請到警局問話。Paul 承認咗佢當晚同 Christine 一齊行路返宿舍，不過就堅稱自己同 Christine 嘅失蹤無關。其實 Paul 喺 Christine 失蹤嘅2日之後，佢就因為醉酒駕駛而被逮捕，仲喺警局影咗一張大頭相，相入面可以見到 Paul 嘅右眼有明顯嘅瘀青。當警方問 Paul 佢右眼嘅瘀青係點樣整親嘅， Paul 反覆咁更改咗講法。佢一開始話佢係打籃球整親嘅，但係同 Paul 打波嘅朋友表示 Paul 喺同佢哋打波之前右眼已經有瘀青啦。Paul 當時話俾佢哋知，佢瞓醒之後就已經係咁啦。於是警方利用呢一點質問佢。Last time we talked to you, you had a black eye. Yeah. Remember that? Yeah. Okay. And what did you tell us? I told you I got it playing basketball. That's right. And where did you get it? In my car. When did it happen? On Memorial Day or Labor Day, whatever it was. Monday? Yeah. Happened abou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or something. So why 2 in the morning? Cause I was uninstalling my radio because I'm selling my truck. Why was it so hard for you to tell us that you got that black eye hitting the steering wheel? It didn't really matter. What do you mean it didn't matter? It was days later. Can we give you a polygraph? I told you I had to talk to my parents and stuff. Well, if you're telling us the truth, why do you have to talk to your parents to take a polygraph? Because I do. Well, you lied to us though, right? Oh, it's not really lies, the fib. It's so minute. It's not. Well, I guess you can call it like a little white lie, but.
除此之外，Paul 喺大學嘅名聲並唔好，佢經常抽女同學水，所以被女同學取咗一個外號 Chester the Molester。Paul 嘅室友亦都同警方講，Paul 曾經同佢講過，佢送咗一個失蹤人口返屋企。佢當時仲開玩笑咁問 Paul：咁你對佢做咗啲乜嘢？ Paul 回答：佢喺我嘅屋企，同我嘅父母一齊。唔知道當時警方點解冇覺得呢句說話好可疑。喺案發嘅1個月之後，警方先至喺校園展開咗搜查。佢哋帶咗4隻尋屍犬嚟到 Paul 嘅宿舍。喺成棟宿舍入面，每一隻尋屍犬都只係停留喺 Paul 間房，並對佢張床同埋垃圾桶發出咗警報。可惜 Paul 間房一早已經被清潔人員清理過啦，所以警方並冇辦法喺房入面揾到任何有用嘅證據。如果 Christine 係喺宿舍入面遇害嘅，而校園並唔係一個理想嘅藏屍地點，所以佢嘅遺體一定係俾人用車轉移到其他地方。而 Paul 咁啱就擁有一架 pickup， 所以警方要求搜查 Paul 嘅 pickup。巧合嘅係 Paul 嘅 pickup 咁啱俾人偷咗，而佢亦都冇選擇報警。1996年7月，警方先至去到 Paul 父母嘅屋企度搜查，但係佢哋嘅搜查就十分馬虎。佢哋冇帶尋屍犬，鑑證人員亦都冇一齊去。警方喺床下底度揾到咗 Christine 失蹤案嘅新聞剪報，雖然呢一點好可疑，但係亦都唔構成犯罪。之後警方就離開咗。1996年10月，一個叫 Mary 嘅女人喺加州租咗一間屋，而佢嘅包租婆就係 Paul 嘅媽媽 Susan。呢間屋係 Susan 自己嘅物業。自從 Mary 搬咗入去之後，佢就遇到咗一件怪事。每日早晨4點20分，佢都會聽到喺後院某個地方傳嚟嗶嗶聲，聽起嚟好似係電子鬧鐘嘅聲音。呢個情況持續咗好幾個月先至停止。事實上， Christine 亦都有一隻電子手錶，因為佢喺大學嘅游水池度擔任救生員，而佢當更嘅時間係早上5點，所以佢就將電子手錶嘅鬧鐘 set 咗喺早上嘅4點20分。呢個係咪真係巧合？有鄰居回憶話，喺 Mary 搬入去之前， Paul 同爸爸 Ruben 喺後院用水泥改造咗一個大嘅 planter box， 目測大約6尺乘3尺。巧合嘅係 Christine 嘅身高亦都係大約6尺高。有一日， Mary 喺間屋嘅車道上揾到咗一隻耳環，佢覺得呢隻耳環同 Christine 失蹤海報上所戴住嘅頸鏈好似係同一個系列嘅，於是佢就即刻將耳環交咗俾警方。但係警方仲未嚟得切將嗰隻耳環列為證物，嗰隻耳環就離奇咁喺警局消失咗。所以 Christine 嘅屋企人亦都冇辦法確認嗰隻耳環係咪屬於 Christine 嘅。同年11月， Christine 嘅屋企人對 Paul 提出咗民事訴訟。Paul 喺律師嘅建議之下引用咗 Fifth Amendment， 除咗確認佢自己嘅名之外，對於其他嘅問題一律唔回答。Would you state your full name for the record, please? Paul Ruben Flores. Did you attend a party at or near the Cal Poly campus in May of 1996? On the advice of my attorney, I refus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ased on the Fifth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最終喺證據不足嘅情況之下，案件無法成立。1998年8月，當時嘅加州州長 Pete Wilson 簽署咗一份名為 Christine Smart Campus Safety Act 嘅法案，規定所有嘅大學，如果校園入面有案件發生，校園警局必須馬上將案件上報到地方警局，並配合地方警局一齊行動，而唔可以單獨行動。2000年 FBI 接手咗呢單案，佢哋喺6月申請咗搜查令，搜查坡媽媽 Susan 間屋。不過佢哋嘅搜查令並唔包括挖掘後院，因為如果佢哋強行挖掘，而結果並冇任何嘅發現， FBI 需要俾錢修補所有嘢。FBI 並唔想使呢筆錢，所以佢哋選擇用探測雷達。然而當年嘅探測雷達技術發展得並唔完善，所以並冇發現任何可疑嘅跡象。2007年 FBI 又再一次搜查咗 Susan 嘅後院，不過呢一次佢哋並冇搜查令，係 Susan 同意俾佢哋搜查嘅，前提係佢哋只能夠喺後院嘅特定範圍內搜尋，而且唔可以接近改造過嘅 planter box， 因為嗰度有太多雜物啦。按照佢哋嘅邏輯，如果後院入面真係有屍體， Susan 絕對唔會喺冇搜查令嘅情況之下同意俾佢哋搜查。結果可想而知，今次嘅搜殺又係得個吉。隨住時間嘅推移，案件依然冇任何嘅進展，所以成為咗一單懸案。直到2011年，亦即係案發嘅15年之後， Ian Parkinson 上任成為咗 SLO 縣嘅警長。新官上任3把火， Ian 警長決定要重新調查呢單案，俾家屬一個交代。由於當年警方嘅疏失，好多關鍵嘅證據都冇喺第一時間採集到，咁樣無疑俾調查工作帶嚟咗好多嘅困難。但係Ian警長冇放棄，佢帶領下屬重新檢視咗258樣證據，並再度對相關人士進行審問。嫌疑人依然只有一個，Paul，只係佢哋手上嘅證據仲唔足以起訴佢。2014年，領犬員 Dusty 睇到咗一篇關於 Christine 案嘅報道，於是佢聯絡咗寫呢篇報道嘅記者，並表示佢願意帶住自己嘅尋屍犬 Buster 去到 Susan 嘅後院調查。之後佢哋得到 Susan 鄰居嘅許可，俾 Buster 隔住圍欄進行偵測。Buster 對圍欄附近嘅幾處地方都做出咗反應，而呢幾處地方正正就係 planter box 嘅位置。之後 Dusty 喺嗰幾個位置收集咗一啲泥土樣本，送到實驗室進行化驗。化驗結果顯示，其中一個泥土樣本對人血呈弱陽性反應，而另一個樣本就呈陰性反應。Dusty 將化驗報告交咗俾 Ian 警長，可惜呢份報告都係唔足以令警方申請搜查令。2016年9月，Ian 警長收到線報，佢同 FBI 合作喺大學嘅某一個區域進行挖掘，可惜最終都係無功而返。案情又再次進入咗死胡同。呢個時候，一位叫 Chris 嘅男人出現啦。Chris 係一位音樂人，亦都係一位自由撰稿人。佢住喺距離 Cal Poly 大約半個鐘頭以外嘅地方。佢每日都會經過嗰個已經喺大學附近樹立咗20幾年嘅 Christine 尋人啟事告示牌，
2018年5月，佢心血來潮，上網搜尋 Christine 嘅故事，先發現原來呢單案嘅社會關注度咁低，冇任何報章報道案件嘅進展，亦都冇任何關於呢單案嘅紀錄片。更加令佢驚訝嘅係，呢單案嘅唯一嫌疑人竟然到而家仲未被起訴。Chris 突然正義感爆棚，佢同一位朋友講，佢一定會破咗呢單案。本來呢番說話只係一個玩笑，估唔到佢嘅朋友竟然就係 Paul 嘅高中同學，佢哋當年都會稱佢為 Scary Paul。於是 Chris 花咗大量嘅時間上網搜尋資料，考察現場，收集證人嘅證詞，終於喺2019年上載咗一個名為 Your Own Backyard 嘅 podcast 節目，講述 Christine 嘅故事。節目上線當日就獲得超過75000次嘅播放量，而 Christine 嘅案件亦都再度獲得大家嘅關注，越嚟越多人向 Chris 提供咗唔同嘅線索。Ian 警長亦都高度讚揚咗 Chris 嘅 podcast。之後 Chris 開始同 Ian 警長合作，將自己得到嘅線索都提供俾佢，案情亦都漸漸見到曙光。2020年2月，警方同 FBI 合作，喺拎到搜查令之後，佢哋同時突襲搜查4個地方，包括 Paul、Ruben、Susan 同埋 Paul 家姐各自嘅屋企。警方喺今次嘅行動中，喺佢哋嘅屋企帶走咗電腦同埋一啲電子設備。據稱，警方喺入面發現咗一啲潛在嘅證據。至於係乜嘢證據，警方並冇對外公佈。2021年4月，Paul 同爸爸 Ruben 被警方逮捕，控方以1級謀殺罪起訴 Paul， 並以合謀殺人罪起訴 Ruben。2022年7月，本案正式開審。Paul 同 Ruben 都喺庭上否認咗控罪。控方認為 Paul 喺當年將飲醉嘅 Christine 帶返宿舍，性侵佢之後，再將佢殺死。Ruben 為咗幫個仔掩飾罪行，就將 Christine 嘅遺體埋咗喺自己屋企嘅後院，並喺跟住落嚟嘅時間入面，反覆咁將遺體轉移到唔同嘅地方，逃避警方嘅法眼。辯方辯稱，控方提出嘅論點非常薄弱，佢哋嘅論點全部都係喺傳聞中推斷出嚟嘅，並冇實質嘅證據支持。經過大半年嘅審訊，本案終於喺2023年3月10號有咗裁決。最終 Paul 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15年後可以申請假釋。Ruben 被控合謀殺人，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雖然兇手最後都係被繩之於法，但係 Paul 依然唔肯講出 Christine 被埋咗喺邊度。喺判刑之後，Ian警長亦都對家屬作出咗承諾。I'll just close with this case is not over. I had a commitment to the family that we continue to search and bring Kristen home, and i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So thank you.